Europark AMK Pro 版的幻影，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吧。这一箱还是挺沉的，里边有不少的合金零件，一共3层吸塑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，这款幻影我们就搞定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造型方面塑造的自然是非常不错了，全身的涂装这种漆面的质感表现的还是相当棒的。附带一个大的地台，前方的这个汽车人标，我们可以把它拔下来，后方有强力磁铁，就可以通过磁吸控制眼睛的开灯。哦，打开以后还是非常亮的。第二档是闪烁灯，再碰是呼吸灯。哎，这个灵气一下就上来了，是不是？第4档关闭，而且头部里边是自带电池的。不仅如此，两个手炮里边其实也是有灯的，拔开这个盖子就可以倒出里边的发光模组了。特别需要注意一下，这一回里边都是会附赠电池的，但是呢，它都两个分好了，千万不要撕开这个膜啊，直接正负极装好了插回去，用磁吸扣控制一下。哦，还是挺亮的。第1档依旧常亮，第2档闪烁，第3档是呼吸灯。哎，我一直觉得这呼吸灯特别有感觉。然后关闭。整体来看一下造型吧，头部这里的造型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细节雕琢的非常漂亮，该有的层次感，以及脖子里边的内构，真好看。毕竟是拿到了官方正版授权嘛，所以脑门上边的汽车人 logo， 以及整个的一个雕琢，脖子后边这一块零件是可以活动的。脖子根部有2段关节，活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。背后来看，橡胶的轮胎、轮毂的涂装也是非常漂亮的，转动还算丝滑。后背的弯腰关节有2段可以拉伸出来里边的脊椎，加起来差不多有45度左右吧。而且纹路的管线刻画这里也相当漂亮。胸口的装甲处理，包括里边的内构细节，肚脐这一块的小涡轮也是可以真实旋转的。除了弯胸的这个关节之外啊，左右还可以摆动，腰部来回的旋转也没有问题。肩胛独立活动，360度旋转。在根部这里其实是一个大的球形关节，所以前后摆动也有一定的幅度。打开肩胛，平举的话90度没问题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。胳膊肘曲臂2段关节叠起来的幅度还是挺大的，而且胳膊上边这些减震的弹簧、内构的这些小臂细节刻画的处理都是相当精致的。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来回的活动。大拇指1段关节，但是是2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。肚脐这里的这个涡轮刻画真的是很点睛啊，而且这里转的贼溜的，唰唰唰唰唰。胯部这里做了一个下托的双关节，所以前踢的幅度是非常大的，可以举到非常的高。侧踢90度也没有问题，可以踢平。后踢的话，通过这段关节也能大概踢到个30-40度。当然嘛，你往下拖一拖，拖这个关节延展开，就可以踢到范围更大了。大腿上的装甲、涂装以及细节方面，它会有那种做旧的效果啊，而且漆面处理的非常不错，有自洗的感觉。膝盖这个弯折的时候，里边会有联动出来的挡肉零件，折一点点，中间是一根，再往下折，这个半圆就被顶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爽的。包括从后边这里看，蓝色的这个盖子在弯折的时候也会叠进去，给这个小腿上边的轮子以及这边的造型多腾出一点。腿上的轮子也是可以滚动的，脚踝左右接地，前后活动范围，左右拧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并且这个脚尖的位置啊，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液压，在脚尖活动的时候，液压轴会跟着联动。这款幻影其实上手还是有一点分量的，因为在装甲的部分，前胸甲、后背甲、侧裙甲、小臂外侧的这一块比较危险的小零件、大腿甲这些地方都换了合金的材质，
除了身上的一些合金装甲外，这一回在骨架上边，比如说胯部这个双段关节轴，还有身上一些其他的需要支撑力度的一些零件上边，也使用了合金的骨架。所以这一回拿在手上，这个质感首先就是上了一个非常高的档次。所以稳定性和支撑力度都是没问题的。再有，虽然合金和塑料零件材质不同，但整个的漆面效果并不会出现那种让人特别突兀的感觉。涂装质感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这种自洗的效果让人感觉更加的真实。人物全高到头顶17公分左右，这个尺寸是非常适合上手去把玩的，而且掰起来这些关节的阻尼感也是非常舒服的。武器会带2根臂炮，手折平，直接往上套就行了。其实这个武器里边我并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扣位啊，就是跟这样直接扣上去以后，结果插的还挺稳的。手上这款唯一发现有点问题的就是这些卡扣在拼插的时候啊，尤其塑料零件和合金零件结合的地方有一些偏紧，比如说这块胸甲，还有呢这一块就偏松了，很容易掉下来。不过对于焦老来说这些都不是事儿啊，紧的那种稍微打磨一下，松的那种啊稍微的垫一点纸，或者说用香头把这个插装的零件稍微烫一下，阻尼就掐得很紧了。但整体来说的造型是真的漂亮。地台还有一根合金的蛇形管，我们把它拧上去，磁吸扣插回来，就可以通过这个3爪头把幻影架上去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把玩下来，其实这一款的工艺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尤其这身非常漂亮的涂装，超可动的关节，再加上官方正版授权，算下来其实它的价格卖的不算太贵啊。一开始我还会觉得，怎么之前 AMK 系列卖的基本上都是110块钱左右的 ，Pro 一下把这个价格顶上来了。后来才发现啊，确实 Pro 版升级了好多东西，增加了更漂亮的涂装，也是替换了更多的合金零件，同时还加入了灯光效果。所以这个系列的产品你得看怎么去定位。AMK 啊，一开始主打的是一个走性价比的路线，塑料的版本，而且是需要自己组装一些零件的，换来的是价格会非常的实惠啊，100来块钱。之前的一些变漆造型的玩具我们也玩过啊，确实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。而这一回的 Pro 升级版本，确实也能看到它升级了好多的地方，整体拿出来玩的质感，包括你上手的一种感觉，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提升。所以这一款整体评价下，我觉得它的售价还可以啊，包括各方面的素质其实都还是挺高的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